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制社会，封建伦理制度长期盛行，尤其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伦理影响深广，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。风水也不例外，在其思想体系和空间结构中深深地烙下了儒家伦理的印痕。孝敬父母，这是天下人都应遵从的准则之一。儒家特别重视丧葬之礼，父母死了要举行隆重的丧事，甚至要守孝3年。风水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。一些风水书籍每每引用儒家祖师爷孔子、程颐、朱熹的论述来宣传风水术。三纲五常是封建时代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。三纲是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五常是仁义礼智信。风水术中的三纲是气脉、明堂、水口，五常是龙、穴、沙、水、象。三纲五常是个整体，相互联系。风水中借此来概括其主要内容，对此难免有牵强之感。可见，风水为了自身的生存和传播，不得不向儒家思想体系靠拢。风水术讲究天地人三才，三才中以地才最重要。《管氏地理指盟》卷2说：三才之道，地道为独重。盖凡在天之力，莫不由于地，而人则有以象论者，有以心论者，有以命论者。然象生于心，心复生于命，命虽在天，其本则根于地。这段话是说，人命在天，人本在地。凡附着于天的东西，都是由天所决定的。这是对天命观的肯定，是唯心论的继续，也是乡地术重视地道的原因。风水在看龙脉时，由远及近，逐次寻找太祖山、太宗山、少祖山、少宗山、父母山，直至正穴。其构成体系就像一个家族一样，5代才出伏。寻龙时必须追根溯源，从祖宗之山找起，表明龙脉悠远，龙气深厚。通常祖山、宗山为山之源，父母之山为本穴所在山脉之入手处。博山篇在论龙时，就是先论祖宗，后论父母的。寻龙法寻祖宗，寻父母祖宗所居极高之方，父母所居中高之方。龙身回顾祖山坐朝，此乃回视。视之顺逆论大江水，正侧逆顺，祖山之水皆可到堂。故祖者远为优。这表明寻龙不仅要寻祖宗父母之山，而且各山要对祖山有回顾之情，有向心聚合之感，仍体现出宗法观念中的忠孝思想。
早在唐代，卜应天的《雪心赋》就指出过山脉的祖孙连属关系。条条山发迹，由祖宗而生子生孙，自本根而分支分派。清代孟浩对此句所做的注解是：条条遥远貌，发迹山之出身处也，祖宗山之本也，子孙山之支也。故山之条条发迹而来，必先其祖宗之山，而后分干分支相传而去，亦由人之有祖宗而后生子孙也。风水很讲究形式上的等级秩序，认为最好的地理形势好像皇帝接见群臣的仪式。皇帝坐在宝座上，两边是侍从，后有威严的屏风，前有桌案，远有朝臣。所以风水在选地时就喜欢类似的地形。后有层层屏障的靠山，左右两侧有侍卫之沙，前有暗山，在远处是朝拱之山。风水认为，龙脉周围应有屏蔽护卫，否则主龙孤单。最好的护脉形式是后有托的，有送的，旁有护的，有缠的。托多、护多、缠多，龙神大贵。风水中还按杀的排列情况分弑杀、卫杀、晋杀、朝杀。弑、卫、迎、朝的礼仪体系完全是从儒家伦理中借来的，是一种主仆尊卑观念的体系。由于风水把好的地理形势视为众星捧月之势，或为拱迎天子之势，所以有人干脆把好的风水地看成宝座形、太师椅形等等，这同样是风水中的人文成分。所有这些都说明，风水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儒家的伦理体系，同时也提醒人们，风水之所以能在古代中国长期盛行，也离不开儒家的保护。